解密健康密码，让生活更美好。癌细胞最爱的3类水果，医生从来不碰，可惜很多人还常吃。家里有的请尽早撤下餐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水果常常被视作健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以其丰富的营养成分和清甜的口感，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常客。然而，你可能不知道，有几类水果却与癌细胞的滋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医生们往往对其避而远之，我们也应该提高警惕，尽早将家中存在的此类水果撤下餐桌。当面对部分腐烂的水果时，不同代际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年轻一代在现代健康观念的熏陶下，普遍认为一旦水果腐烂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扔掉，因为里面可能已经被细菌和霉菌侵蚀得不成样子了。他们更注重食物的品质和安全对健康的潜在影响，而秉持着勤俭节约传统美德的父母和长辈们，则常常提出深刻的疑问：仅仅烂了一部分，切掉坏的部分不就可以吃了吗？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样的做法是很常见的，也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呀。这种观念上的差异，往往在家庭中引发关于食物处理方式的讨论，甚至争执。居住在长沙的刘大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刘大爷出生在一个艰苦的年代，经历过食物短缺的时期，因此养成了极为节俭的生活习惯。即使在生活条件已经大为改善的今天，他依然无法忍受任何食物的浪费。对于水果，只要有一点腐烂的迹象，他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切掉坏的部分，然后继续食用。家人多次苦口婆心的劝阻，向他讲述食用腐烂水果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但刘大爷始终固执己见，秉持着节约粮食、反对浪费的原则，我行我素。然而，命运却没有眷顾这位节俭的老人。在他65岁生日那天，原本应该是阖家欢乐庆祝的日子，刘大爷却突然晕倒在地。家人惊慌失措地将他送往医院，经过一系列详细的检查，最终被确诊为胃癌。医生在了解了刘大爷的饮食习惯后，推测他的胃癌很可能与他长期摄入腐烂水果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腐烂水果中含有大量的细菌、霉菌及其产生的毒素，这些有害物质长期在体内积累，会对胃黏膜等组织造成严重的损害，逐渐引发细胞的病变，最终导致癌症的发生。医生借此沉痛的案例，提醒广大民众务必高度重视食物的新鲜与安全，坚决摒弃食用任何腐烂或变质食物的习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罹患各种疾病的风险。同时，医生也强烈呼吁社会各界要给予家中的老年亲人更多的关注和照顾，加强对他们的健康知识普及与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饮食观念，让他们能够安享健康的晚年生活。接下来，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癌细胞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其一，内分泌紊乱是癌细胞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部分女性和男性群体中，乳腺和前列腺肿瘤属于内分泌依赖型。内分泌系统犹如人体内部的一个精密调节网络，一旦这个网络出现失调的情况，就像是交通信号灯失灵一样，会导致一系列的生理功能紊乱。例如，雌激素水平过高或雄激素水平失衡，都可能会刺激乳腺或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殖，从而使得前列腺癌和乳腺癌等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显著增加。据相关医学研究统计，在女性群体中，内分泌失调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相较于内分泌正常的女性可能会高出 30% 至 50%。而在男性方面，内分泌失衡的男性患上前列腺癌的几率也会有明显的上升，大约是正常男性的 1.5 至 2.5 倍左右。其二，基因突变在癌细胞的产生过程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我们的基因就像是身体的密码本，它决定了细胞的生长、分裂和死亡等一系列生命活动。
然而，如果患者的基因存在先天性的异常变异，诸如原癌基因向癌基因的转化，这就好比原本是守护城堡的卫士突然变成了叛徒，开始疯狂地破坏城堡。抑癌基因的失活也是同理，原本能够抑制肿瘤生长的刹车失灵了，那么正常细胞就很容易在这些异常基因的驱使下，逐渐失去控制，演变成癌细胞。例如，在一些遗传性癌症综合征中，像 BRCA1 和 BRCA2 基因突变，会使得女性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大幅提高。携带此类基因突变的女性，其一生中患乳腺癌的概率可高达 80% 左右。其三，不良生活习惯是诱发癌细胞的帮凶。吸烟这一不良习惯堪称健康的头号杀手。烟草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至少70种已知会导致癌症。长期吸烟的人群，其肺癌发病率比不吸烟人群高出数倍甚至10几倍。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因吸烟导致的癌症死亡人数高达数百万。过量饮用烈酒同样危害巨大，酒精进入人体后，会在肝脏中进行代谢，其代谢产物如乙醛等具有较强的毒性和致癌性。长期酗酒者患肝癌、胃癌等消化系统癌症的风险，相较于适量饮酒者显著提高。例如，在一些酗酒现象较为严重的地区，肝癌的发病率比其他地区高出5至8倍。长期摄入高能量及高脂肪食物，会导致身体肥胖，而肥胖与多种癌症如结肠癌、子宫内膜癌等密切相关。研究表明，体重超出正常范围 30% 以上的肥胖人群，患结肠癌的风险比正常体重人群高出 40% 左右。饮用受污染的水以及食用霉变食物，其中含有的各种有害物质，如重金属、霉菌毒素等，会在人体内部逐渐累积，持续损伤细胞的 DNA， 进而诱发癌症。像在一些工业污染较为严重地区的居民，因长期饮用受污染水源，癌症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食用霉变的花生、玉米等食物，由于其中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也会大大增加患肝癌的风险。其次，接触化学物质也是引发癌症的高危因素。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如果患者经常或一次性大量暴露于诸如亚硝胺、芳香胺、氙化剂、烷化剂等化学物质中，这些化学物质就会像定时炸弹一样，对人体细胞的 DNA 造成严重的损伤，从而引发癌症。例如，在某些化工产业园区周边居住的人群，由于长期受到化工废气、废水等污染影响，癌症发病率显著高于远离污染区域的人群。据相关调查发现，在一些长期接触芳香胺类化学物质的工人中，膀胱癌的发病率明显升高，可达普通人群的数倍之多。其五，遗传因素在癌症发病中也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具有癌症家族史的人，由于癌细胞存在一定的遗传倾向，其发病几率往往高于普通人。这种遗传倾向可能是由于家族成员携带了某些特定的基因突变，这些突变会在家族中代代相传，增加后代患癌的风险。以乳腺癌为例，家族中有乳腺癌患者的女性，其自身患乳腺癌的概率可能是普通女性的2至3倍。同样，在一些遗传性结肠癌家族中，特定的基因突变如 EPC 基因突变等，会使得家族成员患结肠癌的风险大幅提高，发病年龄也往往较早。其六，病毒感染与某些类型的癌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例如，肝癌的发病与肝炎病毒的感染息息相关。乙型肝炎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的慢性感染是导致肝癌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统计，约 80% 的肝癌患者都有肝炎病史。肝炎病毒会持续攻击肝脏细胞，
导致肝脏长期处于炎症状态。在炎症修复的过程中，肝脏细胞容易发生基因突变，进而发展为肝癌。而宫颈癌则通常与长期遭受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的感染有关。在临床上，约 99.7% 的宫颈癌患者都能检测到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会将其基因整合到宫颈细胞的基因组中，干扰细胞的正常生长和分化，促使宫颈细胞发生癌变。了解了癌细胞的形成原因后，我们再来看看究竟是哪3类水果可能致癌，需要我们尽早将其撤下餐桌。首先是槟榔。你是否听说过割脸人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群体？他们是一群遭受了极端手术的不幸者，他们的舌头、嘴唇、上下颚被切除，甚至牙床和部分牙齿也不复存在。这听起来仿佛是电影中才会出现的残酷场景，像是某种隐秘的黑暗犯罪行为所导致的结果。但实际上，这并非是犯罪，而是为了挽救他们生命的必要医疗手段。而造成这一悲剧性群体的元凶，竟然是那个在很多人眼中被当作水果的槟榔。槟榔在一些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和我国的部分南方省份，有着较为广泛的食用习惯。然而，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却显示，长期嚼食槟榔与食管癌、肝癌、肝硬化、高血压及心血管疾病等多种严重健康问题的出现有着显著的关联。例如，在槟榔消费大省湖南，口腔癌的发病率相较于其他省份明显偏高。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其中大部分口腔癌患者都有长期嚼食槟榔的不良习惯。槟榔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危害，是因为其含有多种生物碱，如槟榔碱等。这些生物碱会对口腔黏膜造成强烈的刺激，导致口腔黏膜反复受损修复，在这个过程中，细胞容易发生基因突变，进而引发癌症。此外，槟榔还具有高度成瘾性，一旦染上，很难戒掉。长期嚼食槟榔还可能引发不良妊娠结果，影响胎儿的正常发育，导致贫血状况。因为槟榔会影响人体对铁等营养物质的吸收，甚至还能诱发急性重度哮喘的发作，对呼吸系统造成严重的损害。诚然，水果的摄取对于维持人体健康很关键，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重选择。对于像槟榔这样可能严重损害健康的水果，应及时识别并果断丢弃，以免对身体健康构成巨大的威胁。其次是霉变水果。水果在变质腐烂的过程中，就像是一座被攻破的城堡，其内部原本丰富的多种维生素会遭到严重的破坏。这些维生素原本在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抗氧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大量的细菌和真菌会如同潮水般侵入水果内部。这些细菌和真菌在水果内部适宜的环境中迅速滋生繁殖，在此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有害物质，这些物质会通过血液循环等途径，对肝脏、肾脏乃至整个身体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即便我们在发现水果腐烂后采取切除腐烂部分的措施，看似完好无损的部分，其实也可能已经被众多难以察觉的霉变物质所渗入。这是因为霉变物质会随着水果内部的汁液以及细胞间隙等途径进行扩散，从外表上根本无法准确判断其渗透范围。尤为值得警惕的是，在这些侵入水果的细菌和真菌中，极有可能潜藏着黄曲霉毒素，一种自1993年起就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归类为1级致癌物的危险物质。黄曲霉毒素具有极强的毒性和致癌性，它能够与人体细胞的 DNA 结合，导致基因突变，从而引发癌症。除乙型肝炎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的慢性感染外，黄曲霉毒素的污染也被普遍视为引发肝癌的另一大重要因素。例如，在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储存条件简陋，水果容易发生霉变，当地肝癌发病率相对较高。
这与长期食用可能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霉变水果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后是鲜切水果。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无论是主流的外卖服务平台，还是街头巷尾的水果小摊，鲜切水果都随处可见。特别是当带着孩子外出时，为了方便快捷，很多人都会顺手在路边购得一盒已切好的水果，这样确实省去了清洗与切割水果的繁琐步骤。然而，加一君在此要郑重提醒大家，这类鲜切水果若非必要，尽量不要购买。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水果店所售卖的预先切好的水果，其原料的新鲜度无法得到确保。之前就曾有案例显示，某家水果店被揭露使用发霉的水果来制作鲜切水果，这种以次充好的行为严重危害了消费者的健康。同时，网络上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他们购买的鲜切水果中发现了虫子，这不仅让人倒胃口，更说明其卫生状况堪忧。其二，即便我们暂时不考虑原材料的问题，假设商家使用的是新鲜水果来制作鲜切产品，如果在加工时忽视卫生规范，如不佩戴手套和口罩，操作人员的手部和口腔中的细菌就可能污染水果，或者使用了不干净的刀具，刀具上残留的细菌、霉菌等微生物会在切割过程中传播到水果上。甚至储存条件不当，比如在高温环境下长时间存放，都可能为有害细菌的滋生提供条件。其三，鲜切水果由于增大了果肉与空气的接触面积，这无疑为细菌的生长提供了一个更为有利的温床。细菌在这种适宜的环境中会迅速繁殖，当人们食用了被细菌污染的鲜切水果后，很容易引发胃肠道疾病等健康问题，如腹泻、呕吐、腹痛等，严重的甚至可能导致食物中毒。虽然有一些水果存在致癌风险，但也并非所有有损伤的水果都不能食用。有两种情况的水果在切掉伤口后还是可以吃的。首先是冻伤的水果。遭受冻伤的水果，其状况远比那些在运输过程中经受轻微碰撞的水果更为严重，问题远不止于细胞结构的简单破坏。这些水果可能会经历细胞分解、氧化反应、水分流失、糖分减少以及果香消散等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变化。这些变化在外观上体现为表皮的凹陷、干瘪的疤痕、斑点、水浸状痕迹等。例如，香蕉在低温环境下容易冻伤，其表皮会逐渐变黑，质地变软，口感也会变得很差，失去了原本的香甜。尽管遭受冷害的水果外观不佳，口感也会受到影响，且在极端情况下会失去原有的香气。例如，榴莲在冻伤后，其独特浓郁的香气会大打折扣，但它们仍然是可以食用的。因为冻伤水果主要是由于低温导致细胞内水分结冰，冰晶刺破细胞结构，从而引起细胞损伤，但并没有产生像霉变水果那样的有害物质，所以只要没有进一步变质，是可以食用的。其次是磕碰、压伤的水果。水果自成熟采摘直至抵达我们手中，过程中难免经历些许碰撞。那些因碰撞而导致果肉局部变软、出现凹陷或颜色变深的水果，其实只是内部细胞受损，细胞质流出，并没有生成任何有害物质，食用后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比如，苹果在运输过程中被磕碰后，局部会出现变色、变软的情况，这只是因为细胞破裂，其中的分类物质与空气中的氧气接触发生氧化反应，生成了醌类物质，导致颜色变深，但并不会产生毒素。然而，对于这类水果需要特别注意，应尽快食用，以免其迅速变质。一旦察觉到水果味道异常，例如散发出酒精味，这便是变质的征兆，此时就千万不要再食用了。因为水果在变质过程中，微生物会将水果中的糖分分解为酒精和二氧化碳，
产生酒精味，同时还会产生其他有害物质，食用后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在追求健康生活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对日常饮食中的水果选择保持谨慎，了解哪些水果可能致癌，哪些水果在特定情况下可以食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让我们从餐桌做起，远离致癌水果，选择健康的饮食方式，为自己的身体构筑一道坚固的健康防线。